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支持诚意告黑，网络和谐需要大家来维护，可以不爱，但请不要伤害。2022年4月25日，诚意工作室的一纸声明引爆全网。声明中，7名网络用户因恶意诽谤被立案，16人完成取证，社交平台上瞬间掀起轩然大波。鲜红的永康奇缘印章再次印证了这位演员对网络暴力的零容忍态度。这个曾出现在多次维权文件中的私章，早已成为粉丝心中的定海神针。它不仅是诚意个人意志的具象化，更象征着娱乐圈对网络暴力的一次次反击。但这场维权风暴背后藏着更深刻的争议：当明星拿起法律武器，键盘侠的狂欢是否真的能被终结？从人肉搜索到法锤落下。10年前，某明星因私生活谣言患上抑郁症的新闻曾引发短暂讨论。如今，诚意工作室公布的16人取证名单里，有人伪造聊天记录，有人 PS 不雅照片，技术手段早已升级。这些黑粉中竟有人顶着真爱粉的标签，长期混迹于粉丝群收集素材。法律并非没有行动。2023年吴某某编造73岁企业家娶29岁美女的诽谤案，最终以1年有期徒刑收场。可即便如此，2025年的造谣者仍在钻空子，用缩写代称、谐音梗规避关键词审查，甚至购买僵尸号批量传播。就像网友调侃的，黑粉的创造力全用在违法边缘试探了。从哭诉到专业取证，以前看到黑帖只会哭，现在学会用区块链存证了。一位诚意老粉在超话里分享，他们整理出长达200页的谣言溯源手册，标注每条不实信息的传播路径和时间戳，甚至有人自学相关法律，只为在举报时精准标注法律依据。但这种专业背后是惨痛代价。2024年，某顶流粉丝因与黑粉对骂，反被对方起诉侮辱罪，最终赔偿2万元。不回黑，不点赞，只取证，如今已成为饭圈反黑的3大纪律。情感冲动让位于法律理性，这场战役早已超越明星个人，演变成公民素养的集体淬炼。围观者为何成为帮凶？某次庭审记录显示，一条转发过万的谣言微博下，78%的用户只是点了哈哈表情。这些吃瓜群众不会想到，一个表情足以让算法将黑帖推向热搜。更吊诡的是，部分平台为流量默许黑热搜存在，直到明星发出律师函才紧急撤榜。法律正在填补漏洞。2023年，北京互联网法院首次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，48小时内冻结某百万粉丝大 V 的造谣账号。但比起事后追责，事前预防才是关键。就像某法官说的，每个点赞都是助燃剂，你们在审判别人时，自己也在被审判。谁在靠黑红牟利？深扒诚意黑粉账号，发现有人月均发布造谣帖120条，单条广告报价超5000元。更专业的黑产链中，写手负责编故事，美工制作实锤图，水军公司包揽转发刷屏。某娱乐公司前员工透露，对家团队买黑热搜比买宣发更划算。这种畸形生态下，连维权都成了生意。2024年，某明星将黑粉赔偿金捐赠法律援助基金，反被造谣借公益洗白。而当永康奇缘成为维权标志后，同款印章销量暴涨，商家打出口号：盖个章，让黑子颤抖。黑色幽默的是，这些周边利润最终没有1分钱流向反网暴公益组织。键盘侠的免责幻觉与法律铁拳，我就发个帖，还能坐牢。这是某被告在法庭上的原话。
2023年常某一侮辱案给出答案，3名网友因发布恶意 P 图致人自杀，分别获刑1年半至6个月。2025年的新规更明确规定，匿名发帖不再安全 ，IP 属地加实名制让95%的造谣者无所遁形。法律的震慑力仍待加强。诚毅工作室取证的16人中，有11人使用境外虚拟号段注册账号。跨国追责的漫长周期，给了黑粉继续作恶的喘息空间。正如某律师所说，维权胜利时，明星可能已错过3部戏约，这种代价不对称才是根本难题。当追星变成数字自卫战，某粉丝站曾发起沉默守护计划，不控评、不骂战，每日仅发布诚意作品混剪。这种用星光对抗黑暗的策略，意外获得23万路人转发支持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某流量明星粉丝因图版控评，反制偶像路人缘暴跌的案例。理性追星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。2024年，某高校将网络素养纳入必修课，学生需模拟处理明星黑热搜作业。富山海的剧评区，粉丝自觉抵制拉踩对比，专注分析角色塑造。或许正如某学者所言，健康的崇拜应该让人学会在现实中成为自己的光。这场围绕永康奇缘展开的战役，早已超越明星个人荣辱。法律文书与粉丝存证铺天盖地，真正要对抗的不仅是某个黑粉账号，更是人性中的恶意揣测、群体中的责任稀释，以及流量至上的畸形价值观。下一次按下转发键前，或许我们都该想想，当雪崩发生时，没有一片雪花能靠法不责众免责，包括自以为无辜的吃瓜群众。救命！别人扒黑料，诚意专产笑掉头名场面。人跟人真是天差的别的明星曝光的都是负面新闻，诚意却不同，专门给大家带来笑到肚子痛的时刻。举个例子，某次活动中，他原本打算优雅入座，却发现位置被占，心态极好的表示没关系，准备转身去别的地方坐，可偏偏一不小心脚下一滑，差点就要飞出去。他那慌乱的姿态，简直让人捧腹大笑。幸好旁边的小伙伴眼疾手快，一把将他拉住。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脸红心跳，诚意却一把抓着那个人的手，随即聊了起来，全然不在乎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网友们纷纷调侃他是个尴尬绝缘体。还有次签名会，其他人都是流畅自如，诚意可好，简直像在大海捞针一样，到处找笔。好不容易得到笔，签名却字迹歪斜，这让他面露小尴尬，但依然笑着应对，那情形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。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有一场活动中，大家都在认真地用话筒讲话，而诚意却突然对话筒的海绵套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竟然一把把海绵套拔下，随后对着光秃秃的话筒露出疑惑的神情，似乎在想这玩意和我想的不一样。就在大家屏息以待的时候，他又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，细致地将海绵套套回去，那个专注的样子，简直让人怀疑他在进行什么高难度的操作。当处理完话筒后，他慢慢走到另一个话筒边，默默杵在那里，不发一声，嘴闭得紧紧的，像个人形立牌。周围的人都被他的这一幕弄得目瞪口呆，过了很久他才回过神来，挠挠头露出那标志性的傻笑，那呆萌的模样瞬间点燃了现场氛围，所有人都笑得直不起腰。诚意这个人简直是萌点和笑点的集大成者，不摆酷的时候就是搞笑担当。别的明星靠黑历史吸引眼球，他却用这些呆萌可爱的瞬间赢得大家的喜爱。谁能不爱这样有趣的诚意呢？